大妹子是否该借黑风洞的酒来敬黑风洞的佛，对各位当家的表达一下心意呢？该。爽快。倒酒。慢着，这酒怎么个敬法？嚯，大妹子，口气不小啊！你要是拿我们兄弟几个当自己人，就轮番敬；要是有什么不放心的，就1对1，兄弟几个任你挑。黑风洞的这几位当家的，都是我的朋友。好，好气魄。就这么定了。这第一杯酒，兄弟们陪大妹子干了。接下来，大妹子轮番敬酒，二当家的间就谁也不准偷奸耍滑。就宁可肠子喝个洞，也不能让感情留条缝。今天谁要不喝个一醉方休，谁也别想给我退场。在下尽职尽责。沈娘今天来有什么事儿？天大的事儿！从秦少武洞房里出来的就不是秦玉环，是省城的一个洋学生。玉环娘打上了门，老爷子气得半死，秦少武受了家法，那个洋学生也进了水牢。你成天关在家里喝，怪不得什么都不知道。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。沈娘有什么想法，还请多多指教。指教可以，却有条件。沈娘尽管说，尽管说。玉环成了人家的人，你恨；你一脉庶出，继承堡主，争不过秦少武这个嫡出后人，你更恨。但眼下机会却来了。我明白了，向老夫人母以子贵，压着沈娘一头。沈娘怕是没有出头之日，对吧？说，继续往下说。沈娘的意思是不是我俩联手，利用秦少武忤逆悔婚这件事儿，在大宅里里外外做些手脚？算你聪明。老娘我可不想无缘来看你这个当侄子的。好，小侄和沈娘一言为定，在老爷子咽气之前，扳倒秦少武。我继承堡主之位，统治磐石堡，娶玉环妹妹为妻。向老夫人没了儿子的依靠，就像是落嫁的凤凰。到时候，堡主大宅交给沈娘只管，享受终生。接着喝。各位当家的，我先干了。干！大宅之内发生的事啊，我们几位族老也有所耳闻呐。少武这个孽障，竟是如此的荒唐！望天族兄的身子骨本就支撑不了多久，实指望利用少武的大婚冲冲喜，可到头来怕是事与愿违，雪上加霜了。望天族兄这年事，我们几个族老可不能不过问呐！啊！几位叔公，事关秦氏宗祠荣辱存亡，还望几位叔公未雨绸缪，行使堡主权力，早做谋划。这不是你关心的事儿，你下去吧。小侄告退。
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堡子里有点身份的人，都往宗祠里跑。哎呀，议论堡主大宅的荒唐事儿。哎呦，说的那个难听哦，说儿子读了几年书，读出了心计，利用大婚，偏找个山外的媳妇儿发难。哎，要气死老爷子，抢班夺位，4个族老被吵得焦头烂额，没准儿什么时候就登门来找老爷子，问个究竟，讨个说法。老五啊，你就不能少说几句，让老爷子静静养着？我不把外面发生的事儿告诉老爷子行吗？这万一族老们真的找上了门，老爷子什么准备都没有，怎么应付他们？莫非真的像外面人所说，要气死老爷子，等儿子当上了堡主，怕是有人要借着儿子威风了。老五，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蛇蝎心肠、断阳寿的，怎敢把这样的污水泼我母子头上？老爷，你切莫听他胡说。少武虽然荒唐些，可是个懂事的孩子。老爷，你是清楚的呀，老爷。要守规矩，也要带上你死你息心脏，他为阴间教训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可望天族兄时日无多，眼下谁来继承堡主，是回避不开的事情。若论嫡出啊，堡主继承人当然是少武莫属。可是聂长去山外读了几年书，竟读得满脑子的邪门歪道。你说宗族家业要是交到他的手里，怕是要被折腾得鸡飞狗跳，家败族毁，大祸临头啊！秦彪也是秦氏一脉后人，况且还是少武的堂兄，这几年一直担着自卫队2分队长的责任，尽心尽责呀，是宗族中数得上的好后生，怎么就不能是继承堡主的人选呢？他是庶出，什么嫡出庶出？那秦少武是嫡出，可又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们不必繁文缛节，只要能担当起宗族的兴衰，偏的也可以变为正的。贱人！我要当了堡主，我饶不了他。少武啊，你知道这个徐小妹仗着你爹宠着她，从来没把你母亲放在眼里。那其他几个姨娘也是让着她、避着她，不敢招惹她。她这是眼看你爹快不行了，狠心要想整倒你、整垮我们娘俩呀。少武，你也太不争气了！你偏偏在这个时候，你惹出这么大的祸事。娘，老夫人，你也别太伤心。少武对您很孝顺，您现在越伤心呀，他这心里越乱，反倒不会有什么好处。少武，你现在更应该冷静。凤眼，你鬼点子多，想想办法。是啊，宋先生，你主意多，帮少武拿拿主意吧。其实啊，现在说来说去，问题的根结在于是谁来继承这个堡主。这不是废话。少武，你现在就去见老爷，诚心诚意的认错，认打认罚都行。你们俩是父子，一定要稳住老人家的心。这堡主的大权可万万不能旁落呀！我不去。少武，你怎么还这么任性呢？少武啊，宋先生说的对呀，现在只有你父亲原谅了你，我们母子才有活路啊！
该轮到谁了？轮到谁了？都醒醒，该到谁了？该我了。大家的，我先干为敬。好，老师，我服了。吴当家的，该轮到你了吧？啊，对，该我了。看好了啊！慢着。啊？怎么了？二当家的，大当家的有令让你做煎酒的，你尝尝五当家的这碗里，它还是酒吗？你什么意思你？我碗里不是酒还是尿啊？你喝还是不喝？我说什么呢，老五？老二，尝尝。老五，大妹子以一敌四，敬咱们各位兄弟。既然大妹子让我这个煎酒的做个证，二哥我理当从命。老大，给二哥尝尝。天有少武少爷，伤可好些了。堡主大宅家法的滋味可不好受啊。嘿，老爷精神不好，不想见任何人，特别不想见你。你和你的媳妇儿等着发落便是。你娘没跟你说吗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让开！少武，我可是你的姨娘。你人高马大，血气方刚，我年轻少嫩，娇花若柳。这黑灯瞎火的，你可不好随便碰我。那你跟我爹说，我要见他。好啊，我去问，你在这儿等着。不过我觉得老爷子是不会想见你的。不应该呀，五弟，好好的一碗包骨烧，变成了一碗水。五弟不心疼，黑风洞这么多馋酒的兄弟，可眼巴巴的盼着呢。你个没出息的老五，你凶啊你！就是喝死，也不能让人瞧不起咱们。老大别恼，我换回来，接着喝。没这么简单。大当家的，这黑风洞有咱们洞中的规矩，这酒桌上也就应该有酒柜。二当家的，你说说看，这五当家的该不该罚？应该怎么罚？大当家的酒令在先，按律当罚3碗。哎，你个老二，你落井下石啊！你想灌死我啊你！老大，这酒可不是整这兄弟的，我不喝了。这鸟闲事儿我还不管了，活该你和这妹子上不了床。大妹子，切勿造次，手下留情啊！大当家的，我敬重你是条汉子，没想到你是这么小气的一个人。爹，让开！爹，快出去！老爷子可没说好见你。让开！我见我爹关你什么事儿？老爷子，哎，少武，你个荒唐的东西！老爷子可还躺在这儿呢。我动手了啊！让开！
儿知错了。给我！爹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儿子？你怎么这么狠呢？快出去吧！爹。二当家的，二当家的，紧急军情，马副嘴，慢慢说。磐石堡出乱子了。哦，兄弟，我侦查的清清楚楚的。秦望天那个老贼苟延残喘，命悬一线，恰好他那个不争气的少爷就闯了大祸，磐石堡上上下下都在为争夺堡主的位置闹得鸡犬不宁。机会呀，谁说不是呢？这正是我们袭击磐石堡为大当家的报仇雪恨的最佳良机。大当家的曾发过誓，要让秦望天这个老贼亲眼看着他打入磐石堡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可待。快叫醒大当家！老大。怎么样？都到齐了，就等你了。那秦少武呢？他现在可没资格，老娘连他跟他爹认错的机会都不给他。多谢神娘，多谢啊！不，祖训不可违。磐石堡永不同官府为伍，绝不报官求援。冤家，快进去吧，热闹了，主动些。堡主，各位叔伯，小侄来了。大帅，各位族老，堡主的意思十分明确，绝不报官。磐石堡500自卫队即日起严阵以待，彻底清算同遮半天匪帮的旧怨。小侄坚决遵从堡主主张，我磐石堡绝不和光复为伍，视为祖训。500名自卫队足以对付遮半天匪帮。 500子弟兵坎坷欣慰，问题是啊，望天族兄有恙在身，谁来统兵抵御悍匪？小侄秦彪愿统兵保卫我磐石堡。各位叔伯，小侄身为秦氏宗祠一脉后人，早就以振兴宗祠、光宗耀祖为己任，苦心泣血，苍天可见。 请堡主、各位叔伯，给秦彪这个后人一次机会。望天祖兄，秦彪是自家骨血，更兼文武双全，赋予他兵权、保卫全堡的安危，总比一个奴才牢靠些吧。 不好打啊！算来算去，这磐石堡一共有500枪兵，人人都是武器好。
我黑风洞连赤手空拳的兄弟们加起来不过才300人，这4个门都要过，哪个门都是人枪不足啊！那就一个门一个门的攻，破一个就算他一个。哎，差一啊！你集中兵力攻一个门，人家也可以集中兵力守一个门，人枪还是有，更有可能，人家把多余的部队从其他寨门遣出，打你后定，断你退路，让你腹背受敌。此乃兵家有云。云！你这秀才整天就知道云啊云啊！嘿，哎，老大，联合几个山头一起干！哎，行不行？潘氏宝的仇，记住了，潘氏宝的仇是我这万天一个人的。潘氏宝里边所有的财产都是黑风洞的，我可不想让人家跟我一块报仇，回头再分老子的福财。言之有理。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？再说了，除了黑风洞，现在还有哪个山头敢和磐石堡结仇？哼，谈判都怕是谈不拢哦。大当家的，放弃再打？绝不等。老子等这一天已经等了3年了。要是等到秦望天这个老贼断了气，老子这仇报的他娘还有什么滋味？就这么定了吧。谢堡主各位叔伯厚爱。各位兄长，你我都是同宗同辈的兄弟，无需避讳。望天族兄这年事，一旦要有什么不测，这身后之事，借此机会，当定则定了吧。五弟说的对呀，你们可以翻一翻家谱嘛，那里头应该是清清楚楚的。是很清楚。望天族兄的下任堡主，按序该是少武小侄的，可眼下我们当更清楚，少武自幼放荡不羁，望天族兄就不用多说了。我等兄弟们也是细心教诲啊，给足了机会啊。可现在换来的又是个什么结果呢？这几天大宅内发生的事儿，就不用兄弟我多说了吧。逆子难救，何以当得了众人？子不教，父之过。若宗逆子祸坏了宗祠，愧对列祖列宗的，怕就是我们这些个老小了。我看这个事儿啊，如此处理为妥。此次抗击匪寇呢，是个历练人的机会。我秦氏后生若是有谁能够临危不乱，见得书勋，便正好开阔了我们考察堡主继承人的眼界。少爷，二祖老虽说转了个弯，可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此次抗击这半天率兵的是秦彪，谁又能争得过他的功劳呢？暗度陈仓，堡主的位置还是留给了秦彪。其实啊，我对什么鸟堡主根本就不感兴趣，我就是担心我娘。你娘？不是，你娘可是你父亲的结发妻子，谁还敢把她怎么样？哼，松岩，你是真不了解磐石堡这个封建窝子。嫡庶长幼的延续，跟你们汉人的封建家族没什么区别。武姨娘为什么这么恶毒？秦彪为什么这么嚣张？还不是想扳倒我？扳倒了我娘还能依靠谁啊？少爷，堡主的位置原本就应该是你的，你就不该救了那个女红军，毁了给老爷冲喜的大婚，担下罪责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赶紧想想办法，怎么把柳双儿救出来。我爹饶不了他。怎
怎么救啊，少爷？下了水牢的罪人，没有老爷的吩咐，谁也不敢靠近啊。老帅，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从来都把你当兄弟看待。今天，我求你件事儿，无论如何，要把宋岩带进水牢，让他把话跟柳双儿说清楚，然后送他们俩逃出磐石堡。宋岩，你们两个去武汉，去哪儿都行，总之逃得越远越好。我，少爷，您对大栓的恩情自不待言，可是日后如何向老爷交代呢？这样，反正宋岩也逃出去了，就拿他顶缸，就说宋岩跟柳双儿是同窗，日久生情，拐走了柳双儿。不是，少武，少爷，这行吗？成，一定成。我还就不信呢，我爹因为这种事儿还能杀了我。磐石堡，竟然还有这种地方！宋先生，别大惊小怪了，磐石堡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。大妹子啊，行了，赶快和解，赶快脱身，我在外面等你们。我还以为你们把我这个新娘子给忘了呢。都怪我，我真不应该把你留下来。其实你的主意不错，先假冒同窗结婚，让公子过了关，我再谎称回武汉完成学业，离开磐石堡。本来是天衣无缝的，谁想到能出这样的事儿，怪你。双儿，你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。走吧。哎，快走。你们休息吧，今天我守着。是。赶快和我走。你先带我去见秦少武。带我去见秦少武，听见没有？走吧。你不逃？我逃了，我没事了，却把你给害了。少武，双儿姑娘知道了你的情况，特别是你母亲她老人家将要面对的遭遇，她说她这时候走，于心不忍。不走也于事无补。磐石堡的事儿你管不了。未必，那就要看秦少爷的胆量和决心了。什么意思？磐石堡有2样法宝，堡主的位置和500自卫队。掌握了自卫队，就能当上堡主，当上堡主就可以指挥自卫队了。少武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以为我是傻子呀？当然明白了。他想让我兵变夺权。秦少爷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秦大栓是大宅的管家，后院炮手的头领，他还监管着1分队，他的实力是最强的。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他对你这个少爷是很忠心的，他完全可以按照你的意思来控制整个大宅。
以他一分队弹压所有自卫队来拥戴你这个少爷，而控制整个磐石堡。我不是没想过，可我爹还没闭眼呢，我不敢。秦少爷，你真让我没有想到，你貌似霸道的一个男人，却这么没有用。你爹的人性你还不清楚吗？现在你跟你娘危在旦夕了，你还这么优柔寡断。你娘有你这么一个儿子，她也只能受苦了。少武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害。好，就算我们都白说了。宋先生，我们走。等等。大川。嗨，你老跟着我，是不是怕我跑了？也是，也不是。我跟着姐姐，可以让姐姐宽心解闷。姐姐，黑风洞要打仗了。跟谁打？磐石堡。磐石堡？难道姐姐没听说过吗？磐石堡是上清江最大的土豪。哦，他们今天在聚义厅待了一天，就为了这事儿吧？他们正着急呢。我们黑风洞只有300兄弟，而磐石堡却有500多枪兵，怕打不过。这明知吃亏，那为什么还要去打仗？为大当家报仇。就为了给他一个人报仇，却逼着几百号兄弟去拼命。你们这个大当家的也太不仗义了吧！姐姐，你错了，是兄弟们自愿的。虽说黑风洞中个个都是硬汉子，但是没有一个人不为大当家遭了罪流泪。快来，你告诉我，你们这大当家的跟磐石堡有什么样的仇啊？虽然我上山晚，但是也听兄弟们说过这事儿。周半天是大当家起事后的名号，大当家原来的名字叫秦长锁，是磐石堡堡主大宅的护院炮手。有一次，他抱着饿得半死的娃儿，偷着去堡主大宅找当奶妈的媳妇儿喂口奶，得罪了老堡主秦望天。你他妈这个畜生！哼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竟敢夜半偷着跳墙到我后宅，图谋不轨！老爷我岂能容你呀？我是捉你的，我是捉你的！给我打！往死了给我打！哼！我看看你有多少命！惨呐！好几天后，娃儿饿死了，媳妇儿翠萍也上了吊。大当家的被水牢泡了一身烂疮，剩下了最后一口气。我是忠于你的，老爷，我是忠于你的，忠于你的，老爷，老爷。磐石堡黑呀，大当家本本分分的一家3口，不知为什么家破人亡了。那后来呢？大当家的怎么逃出来的？有个看水牢的老人家，他看大当家冤得慌，就说谎，说他已经死了，把尸体扔到了乱坟岗。从此以后，大当家人活了，心却死了。大当家为了报仇，不让任何人再管他叫秦长锁，字号
遮半天，他偏要遮了秦望天这半边的天。潘世宝有4个坏老头，他们呀是帮着秦望天办坏事的。大当家为了报仇，也封了4个当家的，他们就是地鬼老、山鬼老、河鬼老和妖鬼老。他们呀是专门收拾那4个坏老头：秦望地、秦望山、秦望河和秦望宗，还有那些有钱的坏人们，要消他们的魂儿，索他们的命。哎，对了，姐姐，听说红军是受苦人的队伍，大当家的不是也是受苦的人吗？而且还被那土豪给害得家破人亡，你说这仇该不该报？啊，你是说红军啊？是啊，不是说红军专打土豪为受苦人报仇吗？是。走，去聚义厅。郑半天，哟，大妹子有事儿啊？你们准备打磐石堡啊？大当家的，姐姐听了大当家遭的罪，都流泪了。大当家的事儿，也敢在外边瞎说。我看你小子啊，是他妈活得不耐烦了你。行了，我这罪都已经受了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大妹子啊，我问你这事儿和打仗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准备怎么打？哼，当然是绿林的打法。围了寨子，炮轰、火烧、枪击、架云梯。那二当家的能告诉我，这磐石堡的枪丁一共有多少？全堡1000来户，2户住1丁，500人。可这黑风洞，就算把马凳子加上，也不足300人。大妹子有所不知啊，这古人云：狭路相逢勇者胜。磐石堡老堡主秦望天命悬一线，全堡人心惶惶，这就是我们的优势。在我看来，二当家的不过是匹夫之勇。二当家的，你怎么就不说这困兽犹斗呢？面对着灭门之灾，这磐石堡的人，他就不会齐心呢？精彩！哎，大妹子说的实在是太精彩了。哎，这打仗就如同是猎兽，大妹子说的要害上了，精彩，精彩。说来说去，你的意思是不让我们打？打！我教你们打。站住！站住！谁也不许去！老爷不好了，有人造反啊！大妹子啊，我知道这打仗你是有点门道的。红军嘛，以少胜多的仗是没少打。不过你跟我说说，你为什么帮我？因为你苦大仇深，这仇该报。大妹子啊，你这么说也是有条件的吧？没错，攻破磐石堡，除了堡主大宅之外，其他百姓人家的财物一律不许抢夺，更不可滥杀无辜。黑风洞要想在江湖上立得住脚，
讲的是个道义。道义？狗屁！不让抢东西，弟兄们没了盼头，黑风洞就会散伙。攻破个大寨子，不让弟兄们快活快活，弟兄们就会寒心。大妹子啊，这黑风洞除了你以外，就没见过第二个女人。大妹子啊，除了刚才老五说的，这不杀人是绝对不行了。秦望天那个老贼必须得死，不但他死，我还得让他满门抄斩。我要断他的后，我绝他的根。暮雪还是惊雷，梅花不怕风吹，熬过冰雪的疲惫，等待春暖的珍贵。前方挡住了谁？目光没有后退，战火走出的姐妹，越过生命